我和他一见钟情，然后他也跟着我来到了北京。因为我们家是农村的，第一次到这么大的城市来，在这里举目无亲，他也不去上班，也不去工作。我在2006年呢，考上了国外的一所名牌大学，然后去出国留学。他出国后，我挣的钱不多，所以我就住地下室，然后一天只吃一顿饭，就这样慢慢的等着他回来。我回来之后，在北京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，但是在这几年中，我发现我和他两个人的完全不在一个频率上，哎呀，经常吵架。这个期间，爸爸重病，他又跟我提分手，我当时一时没想开就自杀了。我知道啊，他非常爱我，也知道他对我很好，但是我实在受不了他的性格。我希望我爱的人能为我披上婚纱，我希望在我父亲活着的时候，能看到我披上婚纱这一天。黑夜里不敢点灯，是谁让我越陷越深？这是一个大跨度的爱情，时间的长度长达9年。女孩子现在提出来，我想披上婚纱，但是男孩子并不愿意。这个背后藏着什么呢？让我们掌声请出这对主人公，来，掌声有请。男主人公任建飞，33岁，来自湖南，个体老板，硕士，年收入30万。女主人公方楠，31岁，来自黑龙江文源，大专学历，年收入3万。来，我指头见两位。9年了哈，是，用一个词来形容这9年，你怎么形容？沧桑。你怎么形容方楠？太累。这已经开始哭了。9年的沉淀，咱们从头开始说。一见钟情是吧？对，在哪儿？朋友的聚会。谁先追求的谁？是我。当时是您。对。追求的方楠。对。后来好像2个人就到了北京了，是吧？是。相恋多久之后到了北京呢？相恋1年。当时是他要到北京工作，还是你要到北京？我要到北京工作，北京的机会很多。你要求他跟你一起来的？对。在那个小片里面，您说了，后来就考出国留学了，是吧？是的，当时的时候，大学刚毕业不久，处处碰壁，也没找到什么像样的工作，我就准备出国留学，准备了2年嘛。这2年你们俩是一个什么生活状态呢？我偶尔打点散工，主要是在家里准备出国留学。那你们的收入是靠谁支撑？主要是他，然后等于方女士支持你在读书，是吗？是这样哈。那个时候开心吗？那个时候虽然过得很艰苦，但是我觉得那是我回忆，是我们爱情里面回忆最幸福的时光。后来任先生就出国读书去了，是吧？是，06年我出国留学，去美国一所大学吧。在美国留学？对。要很多钱吧？有些奖学金。生活上怎么办？奖学金够吗？不是很够。谁补贴呢？开始他补贴一点，后来还是家里补贴。他在国外那几年你怎么样？我过得比以前还艰苦了。我们家是农村的，我父亲他是一名矿工，我母亲多病，我们家有5个孩子，我是老大，弟弟妹妹还小，弟弟今年才16岁，还在上学，家庭压力就本身就很大，而跟他这么多年，他没挣什么钱，都是我。等于你一个女人要养那么一大家子的人，所以还有一个男朋友也需要你在经济上有点帮助。我舍不得吃，舍不得住，我住的是地下室，但是那个时候有一线希望在支撑着我，我盼望着有一天他回来了。那时候我每天虽然很累很艰苦，但是我满怀着希望。我每天累得要死的时候回到家里，对着我们的相片会跟他聊一会儿。我会跟他说，老公我回来了，我今天都干了什么什么，我今天赚了多少钱，今天是你离开我的多少个日子了，每天都是这样过来的。这不是回来了吗？生活里发生什么了？08年回来了吧，在北京找了一份工作，我也知道他对我好，我很感激他。回来之后和他继续相处，但是在相处的这几年吧，我发现他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脾气太暴躁了，歇斯底里，经常和我打架吵架。所以说，渐渐的2个人关系越来越淡。后来我向他提出了分手。什么时候？09年吧。他的歇斯底里是一种什么程度的？比如我向他提出分手，他就服毒自杀吧。服毒？对，看到他自杀的那时候，我非常紧张，到处喊，然后把他送往医院。我在医院里
照顾了他几个月吧。刚才任先生说到了，说这个从国外回来之后，发现你的性情大变啊，是这样吗？可能会有所变化，因为我已经等了这么久，这么多年了，我已经没有再多的时间等了。你的意思？因为我的父亲没有时间等我了。子欲孝而亲不待。这种痛苦压在我身上。本来盼着他回来，日子我就好了，然后我们哪怕是没有房子没有车，我们先把证领了，把婚结了，有个家，起码能。08年他回来，你想跟他结婚是吧？对。你不同意是吗？对，因为我觉得他不是我一辈子能相处的人。发生了什么？我家庭发生了变故，我发生了变故。我个人是因为这几年过得不好，营养不良，舍不得吃，舍不得穿，又住阴暗潮湿的地下室。我被查出了整个脊柱有病，颈椎是骨质增生，胸椎是退行性病变，腰椎是狭窄。我的身体很痛苦。然后他又迟迟不结婚，我的精神很崩溃。这个时候，我父母又离婚了。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我要好好奋斗，让我的父母过上好日子。可是他们的离婚对我整个家庭都是一种破碎的打击。我的梦想就破碎了，而我爱的人，他还要让我等多久啊？我的心已经等得心力交瘁了。然后这个时候我父亲病重，家里又传来病危通知书。我想的每个女人都能理解我吗？每个人都有父母对吗？每个人都有家庭对吗？每个女人也有自己爱的人，甚至有孩子的对吗？如果把这些事情都放在你们身上，我想你们也跟我一样，我已经扛得太多了。所以我当时就想开了，可能我的离去是对他，我爱的人，一个最好的方式吧。我问句不该问的哈，除了身体上的这些问题之外，心理上没有大问题吧？很多医生都反映是因为我太抑郁了吧。服药了吗？服药。这个是在自杀之后是吧？在确诊是自杀之后确诊的，之前我可能就有了，我一直就是情绪。你没看过？没有。自杀之后你们又在一起一段时间是吧？后来又分开了是吗？是，因为我和他的圈子越来越分开了，就完全不在一个频道。然后我和他的家人，他的父母关系也不太融洽，他们家人对我也不太客气，经常骂我，说我没良心。我提出分手好几次了，后来还是没有分成。为什么？因为发生一些事情吧，其中她怀孕了一次。这是孩子生了吗？没有。其实能拥有这个孩子是我这么多年的梦想，我非常盼望他的到来。我已经想做母亲好多年了，这个孩子到来，我觉得我无比的幸福。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做妈妈的感觉。刚开始他是同意生的，他说我们相爱这么多年，也该有自己的孩子，这是我们爱情的结晶。就在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给我家人和身边的朋友的时候，他告诉我，我们不能结婚，让我把孩子打了吧。我不想，我没有办法。我当时已经7天7夜没有吃东西了，吃什么吐什么，我不得已去了医院。我去医院是想把这个毛病治好，让我顺利把孩子生下来。可是他却是去医院给我买打胎药。这个时候我很无助，我这么多年在外面打工，我从来吃多少苦我都没有跟家人说过，我没有跟父母抱怨过说我多么的不容易，都是说我在外面很好很好。可是这次我第一次给家人打了电话，我说爸爸救救我，妈妈救救我，妹妹救救我。可是他们没有人能救得了我。现在你们俩什么状态？现在我们俩还已经分开有许多，好久了吧？应该是多久？去年底分开的。但也大半年了哈。对。在我心里，我们俩这辈子是分不了的。啊。难道你不记得了吗？你给我唱过一首歌叫《婚事》，恋就恋，我俩结交100年。哪个97岁死，奈何桥上等3年。但是那是过去的事了。我说我真死了，我一定会在奈何桥上不喝孟婆汤等着你的。
你如果真死了，也不要放开我的手，我会跟你一起去的。我不能因为同情再和你待在一起，那样对咱俩都是伤害。任先生觉得在心里愧疚他吗？是有点愧疚。方楠今天来是想干嘛？挽回？我想趁我父亲还活着的时候，我的爱人能为我披上婚纱，让我父亲闭上眼睛。我希望他能牵着我的手，不离不弃。如果他要放手呢？这么多年我都相信他只爱我呢，他不是你们理解的那种。如果他是那种普普通通的男人，我不会这么爱他。方楠，他真有女朋友了，你信吗？你相信这个世上会有比我更爱他的人吗？也许是他更爱的人。等他风景都看透，我相信他会陪我看细水长流。因为这辈子我们俩的灵魂已经在一起了，是无法分开的。这是你认为的吧？别的女人真的比我好吗？他跟别的女人就能幸福吗？他跟别的女人就可以结婚，跟我就不可以结婚吗？来吧，请听专家的意见。真心丘比特问卷。请教一个医学上面的问题哈，抑郁已经在吃药了，大概是一个什么概念？跟观众解读一下。抑郁症其实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疾病，只是我们现在可能不是特别关注它。比如说它的10点发病率是在5%啊，在这一个时间段里面，我们比如这现场有100人，就有5个人在发病的啊。那么人一生当中，1半的人都曾经会得过抑郁症，凡是得了抑郁症的人，有15%将死于自杀。尤其呢，像方楠曾经有过自杀史的，他的再次自杀的几率就非常的高。其实任先生已经预感到了，所以他纠结这个地方，怕因为这样的关系而导致再次自杀。另外一个，今天他来到这个现场，其实他的状态也不是很好，因为还在患病状态，所以他没有太多的选择的权利。因为如果在严重的情况下，他甚至没有责任能力。我很清醒。啊，现在很清醒 ，OK。我觉得他很情绪化，我也怕他对我有时候做出一种过激的。我确实是一个死过一次的人，但是只有死过的人才知道生命的可贵，我不会的。好，那我希望你是这个样子。好。我有父母等着我去养，我有弟弟妹妹等着我去供养他们上学，我不会的，我不会卸开这份责任的，我不会再次对不起我的家人。所以有家人的牵挂，第一个就是继续来这个坚持治疗，第二个坚定信心。但是你俩之间的关系现在，我想你不应该只是活在自己的心理状态。这样，我先请你们2个做一个动作，好吧？先请任先生面对那边方向站好。啊，对，那个方向。现在呢，你俩的关系就和以前不一样了，一个在跑，而一个在追。现在请问你能不能追得上？我想问专家，你们探讨了很多感情方面的问题，你不能改变别人，但是能改变自己，对吗？我想改变我自己。你说他在跑，我像蜗牛一样爬，就算爬我也会不停的，我也不会停下来。无论我是疾病也好，困苦也好，我都不会停止我实现我人生价值。来，方楠，这样，有请你再做一个动作，好不好？面向他跪下来。觉得很难，对吗？其实你俩现在的关系相当于是你在跪着再去追他。现在如果说你想改变自己的话，首先先站起来，然后再改变自己，是再转过去。好，请任先生回过来。那任先生呢，我也想说，不从道德来评判，但是有一点，因为的确他得过抑郁症，他虽然口上说我不会再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但是在他患病期间，如果你会说要分手的话，就相当于是杀了他一样。所以分手可以，但是要平稳的分手。我也要平稳。多次考虑过这个问题。对，虽然你说你跟他的父母的关系不是很好，在这个时候要和他父母建立一个好的关系，要平稳的把他转移到给他们的父母。我很早就想和他提出分手，也纠结了几次。那为什么一定是回国过后才有这个决定，而不是在国外就有这个决定？当时我一直还挂念他对我的一些帮助吧，以前。你是挂念他对你的经济的帮助，还是挂念他这个人对你的好的帮助？那肯定是人对我的好的帮助。那为什么回国之后就不好了呢？有些时候不合适就是不合适了，没有什么原因和条件吧。
但是我们会知道是不合适是不合适，但是至少你有给他一个证明没有？至少我在你们这2段关系当中，你并没有真正从内心感激他这么多年为你的付出。是啊，我是你只是觉得说，好，你这个女人，你给我们呈现了什么？你看看这个女人性格大变，脾气大变，对我又不好，我这个男人活得多痛苦啊！我跟他在一起我好纠结，我怎么能跟这种女人在一起呢？你给我呈现的是这样一个女人，你并没有给我呈现说这个女人真的含辛茹苦跟了你那么多年，为你付出那么多辛劳，至少你连一句感谢的话你没有从内心跟他讲过。我一直很爱他，我没有这样，我一直很爱他。我知道你很爱他，我会只有1万面子。但的确，方兰你爱的有点，但你知道吗？方兰你爱的没有了自我，你完全没有了自己。爱是什么？爱是付出，但是爱是在有自己的基础上再去付出，而并不是把自己掏空掏心的给人家了，然后把自己都支离破碎了，那不是爱。我想说的是，你给人的那个感觉，你的整个一个气场是个悲惨的气场。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也是。你不要指责他，在这个事情上你没有资格指责他。我想现在先说你的问题。以前我也不是这样的，已经很多年了。我知道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非一日之寒。以前你不是这样，他爱的是以前的你。你能回到以前的我是20岁的年轻漂亮小姑娘，现在我已经30岁了。以前我父母还健康，现在你看一眼我的老父亲，一名矿工，一个5个孩子的父亲，已经把他的生命献给了煤矿，他已经没有多少时日了。我有时间可以等，我的父亲有时间等了吗？没有人能为你负责，你明白吗？这么多年没有人知道我的故事，我今天有勇气站在这个台上让大家知道我的故事，没有这么多年没有人知道。那可能也因为他的原因，他从来不会让我把我的事，把我们的感情的事跟他父母讲，跟他同事讲，跟他朋友讲，他从来不让的。那你为什么不跟他分开？我也做到了，我没有给他父母打过1个电话，没有跟他同学告过1次状，所有的痛苦我一个人咽下去了。你为什么不和他分开？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这是我的爱情信仰。对，我今天牵了他的手了，我就要跟他一辈子吗？那是你的想象。我不管别人是否能做到。你觉得你很特殊，但是你自始至终觉得你很特殊。就算他残废了，我也能养他一辈子。我就能做到跟他一辈子不离不弃。他现在有腿，他随时想跑，而且他可能现在已经身边有别的女孩，有别的未婚妻，他可能明天就会去跟人登记。如果你的老父亲时日不多，你觉得他最希望看到你是一个什么状态？有一个自己的家，然后披上婚纱，就挽着我爱人的手。你的父亲是一定想要你跟他结婚吗？还是说他想要你幸福和快乐？现在方兰整个如果我跟他的感情结束了，自己的这个可能我这辈子也不会再有爱了。传说中有一种鸟一生只爱一次，我相信我就是这样的。方兰，你知道吗？你会给我有2种状态的呈现。第一，你的内心极其痛苦，痛苦到别人没有办法感同身受。第二，你内心还有一种声音，我想要坚强的活下去，我想要别人都看得起我。对，这是你内心的第2种声音。所以如果你要把第1种声音放大的话，就像刚才你对他们说的一样，我就去了。但那不是真正的你，而真正的你是第2种声音。我要做一个让别人看得起我的人，我要让我的父亲在弥留之际觉得快乐，我要让我母亲觉得有我这个女儿做的光荣，我要让我的弟弟妹妹看到我是他们的好榜样。这是你真正的你，这才是你想要做的事情。你如果再这样继续的说，我就死死抓住你，你觉得那样有用吗？那样对你来讲，你真的内心开心吗？他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跟我正式的提分手。他只是告诉过我们不会结婚。爱一个人就真的是要占有他吗？还是希望他幸福？因为经历了这么多，现在30岁的我，可以说一个历经沧桑的女人，已经看开了很多事情。你还能承受什么？我常常跟朋友们开的一句玩笑是：高尔基的海燕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。老天给我什么，我承受什么。你选择自己说，还是我帮你说？现在我征求你的意见。你在说出你内心真实那段话的时候，编导用镜头把它记录下来了。你选择是让他面对你的真实内心，还是我帮你做一个转述？我也不想伤害你，其实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。来，我觉得不应该因为以前他对我好，我就以后的一辈子都要牺牲一辈子和他纠缠在一起，这样也对我也太不公平了。你看看现在我的同学啊，我的朋友们有的他们找的女朋友或者找的朋友，都是非常水平都差不多的，相当的。你看他有他的
层次，我觉得已经不在一个层次上了，两个人已经没有共同语言了。你觉得在一起有必要吗？我和他生活在一起，总是有种悲情的、悲苦的那种感觉，没有快乐的感觉。不想再这样继续这样生活下去。您是觉得说明欠他了吗？欠了也就欠了，我也没办法。您现在就是是不是已经有就是说心里的什么年轻一点的那种？说实话还真有，现在正在交往嘛。爸，我对不起您，爸爸，妈妈，我对不起你们，我这么多年的青春用在我所谓的爱情上。孩子，你太傻了你啊！妈妈，对不起啊，我已经尽力了。你死死的追求了这些年呢，他没成想他这么对待你。你做了流产，你做了那个自杀，值得吗你啊？你太傻了，太迟了你啊！你记住妈的话。为一个人真心的对他吧，他也得让他真心的对你。不是人，你不配是个男人。我就是死了，我也不让我父亲求嫁给你。爸爸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在你活着的时候让你看到我披着婚纱那一天，爸爸。姑娘来，交给他做。不要太悲伤了。为了一个人，你来做。爸爸。坐一下，好吧，好吗？来，方楠，请坐。人有的时候说到不背负一些什么东西，我相信不可能，总会背负哈。那一幕看着大家都比较揪心，但是我想，如果方楠真的能够面对的话，像他面对他父母那样重新站起来的话，对于我们这个节目来说是个好事。最好的一个结局是，大家把问题说清楚了，确实走不到一起了。对于他过去做的，任先生条件允许的话，我觉得真的可以去帮助他走出这个困境，因为人有的时候真的需要互相扶持。就好像他知道了你有了新的女朋友，当他接受这个事实的时候，他面对的是他的父母，而不是你。还有话跟方楠说吗？我确实对不起你，也对不起叔叔阿姨。今后我尽我的一切所能帮助你们，咱做个好朋友吧。其实就是这么坚韧的一个女性，经历了这么多，我想你走出来的时候一定是会有魅力的。缘分没到，没事儿。而且我觉得任先生刚才所说的，就是在未来的生活里面，你会尽你所能去帮助他，把他当成一个好朋友看。对，能够兑现这个诺言吗？能够。我相信刚才你说那番话是你真心的在感激他，所以我真的希望你能做一个举动，给他们深深的鞠个躬，代表着9年来他们对你的辛苦，并且他们对你真心的付出。叔叔阿姨，对不起啊。方楠来，恢复了过来。一个美好的开始。其实我觉得这个也算一个美好的结局。人生可能那种特别幸福、特别圆满的东西，不一定是财富。恰恰方楠拿到了最宝贵的一些财富，比如说大家会看到你今天在这个现场的坚强，看到了一个女人在受到伤害之后，她还可以站起来。我想今天可以有一个你们之间更好的一个了结吧。一人1分钟，说完新生活，希望可以开始。来，黄金乐。每个女人的梦想和男孩子不同，不是一起谈恋爱、一起同居就好了。每个女人都希望一个幸福的家庭，一个可爱的孩子。所以我希望在牵到自己爱的那个人的手的时候，能够珍惜每一天。人的一生有很多东西是难以预料的，曾经以为自己拥有的东西，眨眼就会成为过去。谢谢你以前对我的感情吧，现在也真心的祝福你，祝福你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我也会尽我的所能来帮助你
只要你开口，或者我也会主动的向你提供帮助。我对你的父母也还是像这亲人一样，你放心。只要你能过得幸福，我此生已足够。方楠，现在呢，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，你们已经成为好朋友。想象一下，5年以后你再遇见他，你会对他说什么？老师换首歌给他吧。10年之后我们是朋友吗？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，大家都幸福就好。到说分手的时候了，你先走还是等他先走？方楠。此生谢谢你爱过我，我无怨无悔。希望5年之后你见到我，会是另一番模样。谢谢。10年之前，我不认识你，你不属于我，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，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。10年之后，让一个姑娘做出了这样的决定，其实是挺残忍的，挺痛的，但是真的是为了帮她，而不是为了帮你。希望她今天所有的表现能够唤起你内心的一些东西。祝你幸福，谢谢，再见。10年之后，我们是朋友，还可以问候，只是那种温柔，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。因为你妈在家偷偷的掉泪，你知道吗？有些话妈跟你想说，一寻思你在外也不容易，妈就不说你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你要好好的活着，重新站起来。妈妈，我会好好活着的，我为了你们，我会好好活着的，你们也为我好好活着啊。